近日，有网友在微博上曝光了疑似去年6月份中印边境冲突的照片。照片是解放军正在查看这些俘虏留下的制式步枪，因此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印度的武器装备一直是网络上热议的话题。由于印度军工体系的不完善和好高骛远的设计指标，导致印度生产出的武器是质量极其低劣不说，而且还严重落后世界武器的潮流。陆军的阿琼坦克40年研发出来极落后，坦克 70% 的零件不能国产。空军的 LAC 战斗机历经30多年研发成功，但是战斗力甚至不如枭龙。因此，印度制造的武器基本上就是国际军圈上的一个公认的笑话。而在近日，有网友在微博上曝光了疑似去年6月份中印边境冲突的照片。从这一系列照片之中，我们可以看出，数十名被俘的印军士兵一脸丧气地坐在疑似河谷地形，接受解放军的监督。另外的解放军医护人员正在给印度受伤的俘虏给予充分的救治，这充分地体现了解放军人道主义的精神。还有一张照片是解放军正在查看这些俘虏留下的制式步枪。照片上的英萨斯自动步枪是当前印度陆军主要装备的最多一型制式步枪，因此引起了大家的热议。我方是否能够仔细地研究这款步枪，以便更能了解印度武器的制造工艺和水平呢？虎哥认为，印度研制小口径自动步枪的时间实际上并不比中国晚。早在越南战争时期，美苏同时大量换装小口径步枪，这些小口径步枪更加符合现代战争的作战需求，口径在 5.45 至 5.56 毫米之间。一心要成为军事强国的印度，自然也是参照美苏，要研制属于印度自己的小口径突击步枪，项目代号 INSAS， 中文翻译过来就是英萨斯自动步枪。该武器系统的设想可谓是颇为前卫。英萨斯武器系统是一个枪族，包含了机枪、卡宾枪与突击步枪。但是研发武器的时候，印度方面傻眼了，因为之前印度使用步枪大多都是购买西方国家军队装备的制式步枪，而印度在制造轻武器上面是一问三不知。因此迫于无奈，印度开始参照西方苏联的步枪，自行设计英萨斯自动步枪。经过数年的艰难问世后，英萨斯自动步枪1998年开始批量生产，并且大量装备印度军队。采用了当时比较新潮的塑料透明弹匣设计，使得印军的士兵可以在作战中随时查看自己的弹匣子弹。不过英萨斯自动步枪最为奇葩的是，作为一款自动步枪却不能全自动射击，只能3连发或者是半自动射击，这就很搞笑了。一款自动步枪不能全自动射击，好比你买的彩色相机只能拍摄黑白照片，不能全自动的轻武器将在战场上无法发挥出己方的火力优势。不单单如此，假如不知道印度军工厂使用的机床技术水平如何，我们看看英萨斯步枪的整体质量就知道了。从英萨斯自动步枪开始生产时，质量就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机匣的问题导致该枪动不动卡弹，或者是零件崩裂。之前广受好评的弹匣在高原地区就是个废物，此弹匣根本没有受到耐寒的处理，到了高原地区要不冻变形，或就是弹匣破裂，这就导致步枪彻底无法使用。因此印度一线官兵对于此款步枪根本上就是恶评如潮。印度最为精锐的特种部队和其他王牌部队根本看不上此枪，干脆直接弃用此枪，转而从俄罗斯、以色列分别购买 AK 与沃尔塔系列突击步枪使用。更奇葩的一个问题是，就算是最基础的 5.56 毫米步枪子弹，印度目前也是没有生产的能力。从1998年到现在，印度没有一个完整的英萨斯自动步枪 5.56 毫米子弹的生产线，因此印度不得不向以色列订购子弹，以解决部队的供应问题。但是如果是在战时，印度距以色列相距甚远，
而本身的 5.56 毫米子弹储备仅够部队使用8至10天，这将给印军带来致命的隐患。当前印度方面似乎也是对英萨斯自动步枪死心了，转而开始了外购武器。2019年从美国人手里购买了先进的 SIG 716自动步枪，此款自动步枪性能优秀，采用的是中口径步枪弹，可以全自动射击，并且威力巨大，十分适合在中远距离上作战。加装长枪管与光学瞄准镜后，可以作为精确射手步枪使用，中远距离性能超过我军装备的95式不少。因此，虽然我军此次缴获了众多的英萨斯步枪，但是这些性能低劣、满满塑料质感，并且工艺水平一言难尽的废物，根本入不上我军的法眼。以至于有当过民兵的军迷都认为此枪装备民兵都不够格，性能连民兵装备的811杠都不如，估计缴获以后直接就地销毁了。这东西本质上和烧火棍没有什么差别。